仿佛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亿万年间，海洋变成了世界屋脊。然而世代以来，人类的活动却实实在在留下了长久印记。藏族康巴人靠着一双手，让自己在高山大河之间生存下来。高原上的记忆，就这样在时间中打磨成形。这是来自高原的智慧，这也是心手相传的情感记忆。在寻找的时候，再说了特别难，现在几乎现代化，然后就这种东西很少，然后就是一个个去家里去问，很多都没有。要么就过岗了，怎么子丢的，那个，这个你这么我都好像大错了。哎呀，还个点讲啊，他们点看去，看有多些。这，这。藤条编制的背篓，并不是财东要找的那种摇篮。从满怀希望到失望，这样的结果，财东早已习惯。26岁的他，一直在寻找儿时的记忆。玉树机场旁边的巴塘草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黑帐篷，占地面积近1500平方米。我现在是主要是管理这边黑帐篷。黑帐篷里面的话，都是跟以前的这个游牧的这个生活用具，像粮食的牛皮粮食袋，还有酥油桶，还有放那个糌粑的，很多也是以前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我为什么手机这么多？因为我也是通过叔叔嘛，所以我才了解我们的文化已经失传的太多，所以我也是被他怎么说影响的。在家乡巴塘草原上，财东跟着叔叔索财，历时2年，集合了40多个人，用牦牛毛加工编织，打造出这顶庞大的黑帐篷。我从小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我这个黑帐篷里做了30多年，因为这个很有感情。这个黑帐篷没有的话，我们也在这个日子过不上的，就这么一个感觉，真的。黑帐篷是草原牧民移动的家，它的历史没有人说得准确，但草原上的居民依靠牦牛安家已有数千年了。他们的先人是用一张完整的牛皮，中间以棍子撑起遮风挡雨的。后来人们学会纺线和编织，就有了黑色的牦牛毛帐篷。它不怕日晒雨淋，冬暖夏凉，防风防寒。
黑帐篷是用牦牛身上最粗的毛，织成一片一片的粗毛毯，然后再一片一片的拼接起来。黑帐篷的制作耗时耗力，而且来自工厂流水线的帐篷变得更为流行。但是，近几年黑帐篷的传统又开始恢复了。大家都这个办忙了着，那各个蛮是人的嘛，没是人穷的各个老乡的是，这玩意儿是大是的上啊，各个是老乡，真的建议那把这玩意儿等，不我们是做个人的做个，当然这方面是得用的，可是忙起些这个没习惯，这现在他忙不是你从来当然没好的，这大后面的人那么呢，看嘛是对了光以后，我们你家才这样。要打，可找钱以后看到那可是。哦，也给这些，这以后我们这样，真的我俺得得了起。他根本没看的。我们个就这样，根本没看。他我们根本这些，我们这我俺得得了起的。这你可不嘞。好的。26岁的财东用了快1年的时间，终于见到了自己儿时的宝贝。从小的时候，我也是从这样的摇篮，也这样的里面也长大的。我们也没见过东西，也许很多，但是我们收集过来才知道，哦，这是以前本民族的东西，原来有这么好的。我这2年做了300-400多个帐篷，黑帐篷，这是我们藏民族的一个灵魂。以后这个黑帐篷的话，做的这个前中国、前世界，我想突出。财东和叔叔依托着黑帐篷做起了度假村，现在他们有了更大的计划，在黑帐篷里做成一个草原牧民博物馆。藏族人游牧生活的种种细节都将收集在这里。财东记忆中的草原正在一点一点清晰起来。这种藏语叫邹的植物其实并不稀罕，有水的地方就有它的生长。切了嘛的。切了嘛，有几说些呢？有几呢？有几吃，老爸一呢？那老爸啊，哦，我妈妈是那些牛嘛的，他牛个咋了？啊。巴宗还在放暑假，每当天气好的时候，他都会陪着爷爷上山。这种草柔软坚韧，对巴宗和爷爷来说是最好的草编原料。
在阳光下经过3、4个月的翻晒，才能用来编织。这些草编器皿叫做马，完全依靠手工用藤条和牛皮编织成碗、盘子、簸箕，用来盛放青稞和肉。这些做马防水防腐，是藏区广泛使用了1000年的生活用品。家里人都会，所以妈妈说你别做了，特别累。我说我偏要做，他们做的时候，我看着就感觉到特别好玩。13岁的巴宗从小跟爷爷学草编，这是一个需要灵气、更需要耐心的工作。脱毛后的牛皮还需用镰刀去除表面绒毛，使牛皮绳更加光滑。你好长的你领都过来了。他们来了，给我刚好。用牛皮绳编织固定，按照一定的规律盘绕、碾压，其力度和方向都要把握得恰到好处。从做牛皮绳到编织，小巴宗学习得非常快。在玉树囊谦县的钱多村，草编技艺代代相传，到了巴宗的爷爷已经是第3代了。到这儿吧，你听我的吧。来这个，先帮忙。那这个那卡着是先帮忙了。先帮忙卡着先。抽走不到。这边不搞的。哦，我卷把么，我打就我打起来。我卷把么，我真的。现在，即使有了塑料的盘子、不锈钢的碗筷、玻璃的茶杯，但高原上的藏族人更愿意使用这些草编的做马。它不仅有康巴匠人的温度，更有青藏高原的味道。我想把爷爷送给我的东西流传下去，不想在自己的手里落着。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对草编产生兴趣，
那又是什么留住了巴宗呢？是记忆本身，还是和爷爷在一起的依偎和亲昵？我以前的话，做噩梦的时候，趴在爷爷的肚子上睡觉，趴一下爷爷肚子里面叫爸爸，特别好听，所以就天天玩爷爷的肚子。以前是爷爷病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一个特别善良的人，爷爷就是特别爱我。没有爷爷，我不会学上。1周前，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隆多然杰不听医生的话，就又进了后院的小作坊。在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几乎有一个锻造艺人全部的生活。隆多然杰10岁不到，就开始跟随家人学习锻刀技艺。他是家族锻造的第4代传人。2009年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然而，隆多然杰7个孩子无一接续这门手艺。和草编一样，藏刀对于高原民族来说是最为实用的工具，防身、宰杀和吃肉。为了供7个孩子上学，隆多然杰的生活一直不富裕，几乎没有迈出过作坊的门。锻造工作便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年复一年，他的锻造技艺炉火纯青。安冲藏刀、藏娘唐卡和虫草一起被称为玉树3宝，其外观华丽，工艺独特，
通常采用黄金、白银、玛瑙和绿松石，甚至是鲨鱼皮等昂贵材质作为装饰。而安冲藏刀之所以有名，之所以贵，就在于工匠艺人高超的锻造技艺。所谓镶金错银，浑然一体。安冲藏刀男女有别，女士藏刀多小巧，呈月牙形，方便弯腰挤奶和做工。外镶玛瑙和绿松石等贵重饰品。男士藏刀造型笔直，金银交错，锋利无比。藏族康巴人性格粗犷豪放，一把好刀就是一笔财富。藏刀除了实用的功能，也逐渐发展成为腰间配饰。Tata sabal ku ndam da jako so tenga lelu di chai de tendam da teleji de jin chi da ja paki no di zai de de ngam ba de tamo de ga shi oi long sa yin da da shi de jin chi ta na tan tan de bi shi de ko de zo ma shi da。现在，工业流水线生产的藏刀充斥市场，手工锻造就显得尤其珍贵。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一锤一凿中凝聚着匠人的专注。隆多然杰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的这门锻造手艺。徒弟虽多，但自己的孩子却一直不感兴趣。现在好了，大学毕业，工作稳定，又是国家公务员的二儿子，终于意识到这门家传技艺的珍贵，开始主动在空闲时间跟随父亲学习。他从过去，你到过年的时候，你家。这不仅仅这起点这你这，他就是了，哎呀。鲜明的地域特色以及游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三江源特有的藏族康巴服饰文化。传统康巴藏服的配饰都极为讲究，女士除了配以短刀，腰带上的装饰也极为丰富华丽。
头部还要佩戴丹寿的蜜蜡以示吉祥。相比而言，康巴汉子的配饰简单多了，但必不可少的是腰间斜插的长刀和发辫上的英雄结。在头顶用红色或黑色的丝线和发辫相互盘结，是康巴汉子特有的发饰标志——英雄结。据说，最初康巴武士是把牦牛毛和钢丝一起缠绕在头上，用来抵御刀剑。达嘎卓玛已经成功举办过一次康巴藏服秀，但面对一场新的服饰秀，对他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他希望每次都不同，每次都能让人耳目一新。等你早点点位估计了，啥子别忙不，叫了也不了，做别也不个做，等你进入你的别个的，进去放着你的别弄，啥子忙不是面呢？等忙把你的那别弄，别个了罗青蛙呢，黑人没干噻，俺爹了，就做这个现在轻本着。成立服饰公司，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学习制作藏服，这是达嘎卓玛一直以来在做的事。俺俺有年什么的做个啥，他我从的比如理解的，你让听俺上，阿妈他是你让上领的是，他那俺他是也难，他俺比如也了，俺送把干净我家。你给这不大家不去的，大家见那些人了。好，得空的开始烧这个。7岁开始，达嘎卓玛看着母亲做藏服，那时他就立志要当一名裁缝。现在，他更愿意被称为设计师。你这一看你的机子嘛，我要什么的。他你记我有钱了是给他，完了了，你做自己生活，对对，这你把这些这么看，这些这。达嘎卓玛研习传统藏服的制作工艺，进一步研究服饰花纹里隐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在颜色和面料上下功夫。他的设计更加修身，也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经过3个月的精心准备，达嘎卓玛的康巴服饰秀终于借着一场盛大的歌舞晚会如期举行。用时尚秀场的形式演绎藏族康巴服饰的美，达嘎卓玛特别希望这样的服饰秀越来越多，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
下子解决了。哦，好过你这个没知道，你看的什么啊？好呀，我长起来的心里不小，好这下累的些，听这样子，忙个早个，忙个早个，别别，你站这里吧。母亲不在乎女儿的时装秀成功不成功，也不在乎作为设计师的女儿有没有天赋灵感。母亲永远就是那几句话：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工作的时候累不累。上等的红粘土和粘土石，这是藏地一种特殊的土质。阿多用它们制坯，再用牛粪烧制。大约10天的时间，一件黑如漆、硬如瓷的藏黑陶初步成型。藏黑陶对土质要求高，全部手工操作。阿多花了9年的时间学习这门技艺。作为艺术品的藏黑陶价值上万元，即使是普通的实用品，也能卖个1、2千元。所以阿多的收入不错，但是他最大的兴趣并不在此。囊谦县城边的扎曲河畔，生长着一种被形容为蛇蝎美人的植物。误食这种草可能会危及生命，人们叫它狼毒草，也叫断肠草。但在阿多眼里，它们却是宝贝。草原上的牧人不喜欢狼毒草，因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草场退化。近年来，狼毒草在逐渐减少，而阿多要找的狼毒草必须生长在20年以上。这个大的很。这个花，这个厚一点。将狼毒草的草根外皮脱去，去除里面的木芯，取出白色的部分，撕成细条，连同秘方草药一起放进锅中沸煮，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毒性。而毒性恰恰又是藏纸最大的特色。以狼毒草为原料的藏纸常年不腐，不怕虫蛀，久藏不坏。刚开始做纸的人，因为毒性的存在，脸上会过敏，甚至头痛恶心。时间久了，手指的骨节也会变形。
很少有人愿意用这样的代价来面对一张葬纸，而阿多一做就是8年。Zana ledina, da ngala gurmo kerela somna, chito da zana linga jengal te yongo chero. Ini shogun da vigona chito tema ngaki tichu choma rikmola ton. Tani gurmo che sha choli jenda rikuna kala ton. 煮好的狼毒草，有时还会加入一些染色的草药和矿石粉，放进酥油桶进行捣揉，最后和水混合。这是需要耐心的工作，不只是粗犷豪放，在阿多身上，也有着细腻认真的一面。阿多从父亲手里接续下这门手艺，传到他已经是第13代了。在日照充足的情况下，晾晒4个小时，一张传统的手工葬纸诞生了。葬纸产生于公元7世纪中叶，用葬纸制作的经书古籍保存1000年仍完好无损。这部被视为藏族百科全书的《东仓大藏经》就已经存世1000多年。藏地的书写工具很多时候都是用硬笔，这种笔写出的藏文最具神韵。阿多写下“学习、努力、成果”6个字，这是妈妈常常念叨的话。嘎子都弄thiếu rồi, bố bố lo. Ồ, mà gì vậy cũng đừng đi. Rasanya kayak gini ka, kerjanya malah lama. Ya, itu tuh lo. Di sana yang sana, coba saja cari Ini apa? Pennya yang dulu terlalu ah. 因为狼毒草的毒性，阿多不想让儿子继承手艺，但阿多又不希望手艺在他的手中失传。阿多一直很矛盾。山歌的话没有创作，特别自由，没有曲子，就一代传下来的。这些年，白马永熙在不断的寻找，
他去儿时生活过的草原，他去高原深处的乡村，他要寻找的都是那些让他牵挂不已的歌声。童年在长江源头长大的白马永熙，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野心，他想把以前听到过的最古老的山歌都留存下来。三江源的民歌，触景生情，随性而发，唱山唱水唱家乡，唱情唱爱唱英雄。家呀，大诺不讲着啷个子，就呀没不在光把你子。哈呀，茶木子冷冷中肚子，太阳一弄在头发没脖子，就呀带来的阿拉头的。在当地，一些没有接受过系统学习的牧民，能以说唱的方式，将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传》讲述出来。一个民族的故事，就这样通过一首首歌曲流传至今。山岭上，河流旁，史诗随风传颂，浓缩了这片高原许多的故事。白马永熙是玉树州歌舞团的顶梁柱。这几年，他把三江源最原生态的山歌唱到了全国。无论是专业歌手还是业余爱好，他都会手把手的教。山歌不是光用嘴唱出来的，是心里面快乐的童年，是家人相互惦念，是记忆里温暖的情感所在。这些都是30-40年前父亲从草原上带回来的歌声。这里有白马永熙对童年、对草原最初的记忆。以前我小的时候没有电视什么什么，我没见过，就有一个录音机在这边有嘛。爸爸说啊、那个好听，他们就以前知道呗，什么什么唱法，什么什么哪个调好听，听这个你听，就学。哦好，我就跟着那个录音机子带我听学。明天又我放牛去，放牛的时候就草滩上没啥事，就喊着啊。在长江边长大，在草原深处歌唱，白马永熙心里最想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女儿，
让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小卓玛听得懂、学得会。这些陪伴了几代人的高原深处的灵魂歌唱。水与火，土与风，从草原来，再到草原去。爷爷和孙女，妈妈和女儿，师傅和徒弟，手艺人的双手连接着这片土地。那些亲昵、依赖和挂念，把千年以来的手工技艺变成了高原民族深藏于内心的珍贵记忆。所以它早已经超越了技术和艺术本身，它是带着温暖与深情的，这片江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流转与传承。